1982年，我看了一本 chapter book 小说，科幻小说，叫《小无知漫游太阳城》。1982年出版的。这里边的主人公呢有3位啊，小无知、小铆钉和小花脸儿，里边特别精彩的一段。我跟大家做一个背景介绍，就是小无知漫游太阳城是个什么背景呢？就是在未来，在遥远的未来啊，人类已经相当发达了。小铆钉、小无知和小花脸呢是3个主人公啊，就是那种小孩儿。然后他们去一个叫太阳城的地方，3个是小农村小孩吧，就是小山炮啊，去一个叫太阳城的未来大都市去参观啊。那太阳城呢，感觉那背景有点像莫斯科或者像纽约之类的未来啊，500年以后的。然后在那儿大开眼界，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一切都是电脑的 AI 的，完了好厉害了，机器人带着他们做管家，给他们做饭吃，哎呦，好玩极了。我那小时候嘛，驰骋你的幻想。这个怎么着呢？这个小无知、小铆钉和小花脸啊，这3个小伙伴呢，各有个性啊。3个小伙伴呢，入住了太阳城的酒店啊。然后太阳城的酒店的管家是个机器人，把他们迎进去之后呢，他什么都没见过，就像我那个讲我们杜处长出进凯宾斯基一样，那个柜子里放电视都不知道，电视机呢找不着，电视机呢，电视机放柜子里不知道呀，电视机还能往柜子里放。那么贫穷限制的想象力，做梦也想不到电视机放在柜子里啊，就到处找电视。小无知、小花脸和小铆钉3位小主人公呢，然后就俄罗斯冷嘛，就脱了大衣挂在衣橱里，然后那个衣橱非常之宽大啊，就是能进去好多人的那种大衣橱。然后3个人关上以后呢，小花脸呢，小孩逃啊，小花脸就想，这个进去。我要进去看一看啊！这个你们在外边等我啊！他进哪儿？他进那衣橱里，然后他们把大衣都挂衣橱里，小花脸自己躲在衣橱里，然后就听衣橱里呜机器的声音。然后过了一会儿，咔呲，衣橱门打开了，然后小花脸呢就走出来了。小花脸走出来以后，小铆钉和小无知都特别好奇啊。然后小无知就问小花脸，你刚才在衣橱里有什么奇怪的？有什么神奇的那个见闻吗？小花脸说老神奇了，太好玩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玩的事儿，不信你试试。然后小无知一脸无知的就钻进去了啊，小无知也进去了，然后啪，柜门一打开一关上，然后滋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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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机器响半天，哗呲，门打开了。小无知这次走出来了，然后小铆钉是第3个，小铆钉就问：小无知，你这什么情况里边？哎呦，好玩死了！你们在里边干了什么？然后小无知人比较无知，比较单纯。小无知哭丧着脸说：“我他妈进去之后啊，这个灯就灭了啊，衣橱里灯灭了，然后就来了个大棒子，乒乓从上到下打我一顿啊！哎呦，那个大棍子，那个胶皮棍子，给我一顿乱抽啊！哎呦，打得我现在浑身都疼啊！原来啊，现代人啊，就是未来社会的这个大衣橱里边啊，它有这个把大衣上的尘土打掉的这个自动设计，所以他不知道我在衣橱里把我当大衣，给我一顿打，然后吸尘器有吸，哎呀，又把我从上到下作了一遍，哎呦，现在我就成这苍蝇了。那小铆钉就看着和小无知就怒视小花脸。小花脸，你刚才不是说在里边特别好吗？小花脸嘻嘻嘻嘻，我是觉得自己挨了顿打，也想让你们跟着我挨一下，要不然我心里不平衡。我这个情节，我当时特别诧异，因为那时候我10岁不到，我非常天真烂漫，我他妈就觉得小花脸怎么这么坏呀？小花脸怎么这么操蛋呀？小花脸，你他妈挨了打之后，你出来之后，你就告诉大伙我别进去啊，里边他妈有棒槌打咱们啊！还吸咱们，还有狂风刮咱们，不能进去，那不是一个自动洗车房的效果吗？你千万别钻进去。他不啊，他刚挨了打，他说：“哎呀，里边可好玩了，你们快进去体会一下。”这个就是小无知漫游太阳城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桥段，整个一小说我现在都忘了，但是小花脸他妈的使坏。我一肚子坏水，在这里边玩弄了小无知，我在小无知平白无故挨了顿暴揍，这个情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什么呢？在此之前，我不相信人会那么坏啊。这个小铆钉牛小排啊，你好啊，祝你发大财。我去他妈的，真的是啊，这个我都不相信，因为我小时候嘛，我不相信人怎么能那么复杂呢？长大了我才知道，我操，人家苏联作家呀是在用这种童真小孩能理解的语言告诉你世道的无常和险恶。
就你可别信，我操，他跟你说里边好着呢，你可千万别信啊！他跟你说外边好着呢，你也千万别信啊！所以呢，我跟你们讲的这个小无知漫游太阳城的故事呢，就告诉大家，凡是别人跟你说好还是不好，你都要三思而后行啊！就像我的一个教友给我写信说，老王大哥，你现在影响力太大了，建议你不要再讲听传和时政类的这种反共类的中崩类的信息了啊，因为你现在影响力太大，很多韭菜呢。命格的韭菜命格啊，没脑子，非常盲从啊！你讲的听传信息、打台湾信息，他们真信，他们会当真的。那么第一呢，中国共产党乱不乱啊？中国共产党内部谁赢谁输，张永霞赢还是习近平赢？谁赢谁输？甚至中国和美国谁赢谁输？未来的世界，总而言之，都不再是种族大屠杀的世界了啊！那个主流大国之间的那内部发生种族大清洗、大屠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所以小老百姓日子都过得不错，所以小老百姓没有必要跟自己扯上必然的关系啊！你不要就是镰刀附体，哎呀，习近平倒台了，我可怎么办啊？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习近平倒台不好了，邓小平倒不倒台，习近平倒不倒台，邓小平三起三落。文化大革命那么惨，你们家一样过得挺好的啊！你爸你妈一样是还能把你养大啊！所以中国的小老百姓呢，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希望没脑子的韭菜命格可以专心致志的过自己的人生，把自己身边的人照顾好，而不是胸怀天下，着那份着不着的急啊！所以呢，我呢见过很多。啊，看了翟山鹰频道的，大量给我写信，叫焦虑的中产韭菜啊，这是我对翟山鹰的观众的定义，就是焦虑的中产韭菜，忙忙叨叨，浮浮躁躁，因为老翟的一两句话，就可能花掉一半的积蓄，甚至全部身家去赌一个什么的走线移民啊，大部分可能是买个假工作啊，出去了以后也没有办法用外文生活啊，出国以后生活过得一团糟啊，这就是我现在讲的。就是接着讲咱们中产命格，记住老王给你们讲，咱们这个频道讲真话，讲实话。我虽然是润了，但是呢，我跟你们讲，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润的啊。中国有两类人，我频道的一贯啊，从我开播那天到今天，两类人要润啊，一类是顶级的人啊，就是中国的顶层天龙人啊，人家要润，不润的话你就完蛋啊。比如说那个戴了个耳环230万的，他就完蛋了啊，就是顶层人要润。再有一个就是底层人要润，最底层，反正你在中国一点希望都没有啊！你说又不打仗不革命了，你一点希望都没有。这两种人是应该润的啊！就是你卖苦力，你无论在哪儿卖苦力，都比在中国卖强。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哪怕是新加坡，哪怕是香港啊，哪怕是日本啊，那你这个劳动力的价值都是远远高于中国大陆的啊！人的这个劳动价值，那底层人要润。顶层人就是你很有钱或者很有权，你妈赶紧润，你还此时不润更待何时啊？中纪委把你给抓了，你再润吗？所以呢，这两种人要润啊。那个顶层人润出来成功的例子，王纯呢啊上太空去了啊，孙雨辰呢啊孙哥啊，那不是很潇洒吗？今天要跑白宫去参加川普的那个什么电子货币那个论坛去了啊，在白宫讲话呢。孙哥要在国内妥妥进监狱的，王纯估计也好不哪去的。所以这些人啊，如果没润的话，他们的钱早就成了公安办案经费了啊！你是王也好，你孙也好，你无论有多少个比特币啊，你是有1000个、1万个、10万个比特币都会被收走。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今天讲小铆钉的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就是你别听那些海外的那些什么反共专业户瞎鸡巴呲啊，他就是小花脸儿，现在是在那个衣柜里挨了打了。他恨中国呀，所以他就看见小铆钉和小无知之后啊，他他妈的一肚子坏水，他就希望你也挨顿打，所以他就忽悠你，只说国外好，只说中国不好，他给你忽悠出来之后，妈的，你要是也是小花脸，你肯定就继续忽悠。哎呀，国外好好啊，哎呀，天好蓝呀，啊，甜甜圈好甜呀，然后其实他们过的是什么潦草的日子？为什么呢？说实话，咱关上门来说实话，我这些教友也给我写信问啊。就是大部分中间阶层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陆，月薪5000人民币到1万人民币之间啊，就是你一个月收入大概5000到1万人民币之间的，我把它定义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你这些人啊，你出国啊，你是不能
坐吃山空的。因为你这点收入，你在国外，你想他妈的这就是躺平是不可能的。你在国外你要工作的，所以你首先是要完成自己的技能的国际认证啊，你得有个生计，你不能就走个线，你就脑袋一热你就跑了。不管你去美加澳英日，你还是去缅北，你还是去迪拜，你哪怕去做电诈，你得是专业人士。没什么实际资产，5000到1万人民币的收入，你们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实际资产的。不要以为你那个房子叫资产，那个什么都不是啊，在国际范围内你就是排不上你的。所以你要先找到生计再走，先有了生路再走啊，别他妈的就是脑袋一热就带着全家跑了。那么办签证还是那句话，要正正规规的办签证，无论是学签还是工签还是结婚，都不能没办签证人先来。所以你只有这样啊，中产阶级啊，我说的是啊，那得底层不算了啊，底层反正你活不下去了。所以在哪儿你才能正正当当的啊，理直气壮的重新开始啊？全世界都是要理直气壮的重新开始，都要有底气。我说的这一部分，大部分中国人没有赚非人民币的能力的。你们是没有赚非人民币能力，根本没有。所以你能在哪儿赚钱，你就应该安安心心在哪儿生活，不要做非分之想啊！因为你出来以后，日子不一定比在里边过得更好。所以我希望教友过得越来越好啊！我也希望这些小花脸啊，不要骗更多的小无知进衣柜挨揍啊！所以呢，他这个心态就是中产阶级贸然出国，心态可能会扭曲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教友，而且是我们百道会教友，就是我没有羞辱你的意思啊，因为我知道，就是这种情况的人都特别的敏感啊，我没有必要跟你结仇，因为你还是我百道会的会员，对吧？你还是我的老教友啊，写了这么多封信，那么我为什么不念呢？啊，那我念完了你就知道了啊，我为什么不念啊？各位观众朋友，听完了也就知道了啊。总之，我就是大体上讲讲吧，他的情况并不特殊。啊，就是他是一个三四线城市的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啊，而且呢应该不算最惨，因为中国大家知道中国的农民啊是最惨的啊，工人阶级再惨也惨过，因为都是国企啊，国企工人虽然说可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的国企啊，尤其是老国企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他呢旱涝保收啊，他有个底啊，尤其是退休金呀、医疗啊都有底，他比那个赤贫的农民阶级要强得多。啊，所以呢，他是这么一个家庭啊，而且家长里边有当老师的啊，教师的，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啊中国城市家庭。那么这种家庭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国营背景啊，国营企业背景。那么家里边呢，毫无疑问呢，就是夫妻，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呢，就像普通的父母一样，既不是很和谐，当然也不是很变态，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啊，就是家庭。而且呢，因为这种死水一样的生活，所以夫妻呢可能比较爱吵架啊。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那从小自然就受到的教育就是你得好好学习啊，为家争光啊，为国争光啊。所以他呢就成为一个学习很好的小镇答题家啊。那么因为这样的压力之下，因为在家里边对他抱以厚望啊，压力之下呢，他学习过程挺痛苦的。最终呢，当然学习成绩很好啊，考上了985。一定要去。他考大学的时候想的是一定要去南方啊，离家越远越好啊。那这个本能非常正确啊，他说明他的底蕴非常好啊。他那时候没有看到我的这个离家远行啊这样的一个人生指导期，他的本能就是越远越好啊。那么当然也对，因为他所在的地区呢属于中国比较没落的地区，到南方去也是对的啊，到这个沿海去。大学考完了之后呢，然后就是在大学还不错啊，就是学生干部，但是呢他的大学呢一般啊，没有什么很高明的人啊，就是很一般的那种大学，虽然属于985啊，但是是一般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在大学还算比较顺利，然后毕业了以后呢，进了大厂啊，进了大厂之后呢，给家里边挣了工资啊，因为家里边终于有大的收入了。爸爸妈妈当时因为都是老国企啊，教师啊，没有什么大收入啊，买了个房子，有贷款不多啊，贷款大概10万8万的吧，贷款。但是压力很大，所以他在大企业一上了班之后，很快就把贷款还了。这都是一个很
应该说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啊。但是在他的信里面呢，讲这个故事呢，就讲的是比较悲凉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呢，帮家里边还完了贷款之后呢，就当然就进入成家立业的阶段了，就找老婆了。找老婆呢，他是找的就比较潦草啊，他认为比较潦草，就是因为老婆的家呢也没有什么背景啊，是个农村的女儿啊，农民家庭的女儿。但是呢，因为年轻啊，另外两个人有缘分呢，就结合在一起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故事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中国的普通市民啊，他就是这个样子啊，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就是那个样子。那么到了16年，他就上了 MBA 啊，上了 MBA， 然后总之就是不是很顺利啊。虽然 MBA 的选择很多，但是要么特别贵。16年的时候啊，因为他想人生再高一个段位嘛，这个自己挣大钱，那么要么特贵上不起啊，因为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生的年龄他支撑不起嘛。16年差不多10年前才20出头，没有这个积蓄。要么呢就是虽然可以上，但是要等2年，等2年要攒钱。结果他一辞职准备上 MBA 攒钱，他们家又出了点事儿，就是爸爸生病了或者妈妈生病了，反正就是照顾家人，就等于是又错过去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算没闲着，人挺聪明的，就参加了一个金融行业一级市场的 VC PE 公司啊，做了，然后挣了点钱啊，挣了不少可能啊，因为他都有钱出国了嘛。有钱出国之后，先申的是加拿大，后申新西兰啊，终于是被招聘了啊，被收了。收了之后怎么着呢？收了之后好像就是在新西兰那不顺啊，就是没去成，赶上这个疫情吧，赶上什么事儿了？最后呢，最后一站啊，就是到了欧洲啊，到了欧洲，转行读计算机啊，因为他以前本科的专业和 VCPE 之类的工作经验都跟计算机没有什么关系啊 ，Computer Science， 所以呢，他学完计算机之后呢，现在欧洲经济也不好，找工作呢也不方便啊，所以他讲了好多不让我读啊，就是我看到不让我读的这种信，我第一反应就不愿意理你们，你们知道，就是这种人啊，太鸡巴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实际上就是个芸众生啊，那就是芸到不能芸的众生，为什么那么把自己当回事儿呢？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这种人啊，特别自卑，特别自卑的人就像他妈的一个脆弱的那个小疯狗一样，你都不能捅他。如果他是个大狗，比如他是个藏獒，或者他是一个德牧，你捅他一下也无所谓的，他夹你都不带夹你的，因为会咬人的狗他不叫的。但是你要是养那个小狗，像泰迪一样的，你他妈过去他都汪叫，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有不安全感啊，人有好多这样的。你像经常跑我这儿冒充铁板神术大师那小骗子那孙志超，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开始也是我的小迷弟，不停的给我写信，孙志超问我铁板神术怎么弄的，因为他知道铁板神术这事儿从我这频道我讲铁板神术他才知道的。正好他在杭州小软件公司失业了，在家学铁板神术也想就业，通过铁板神术再就业，然后他问我就试他一下，我说那你试试这个出病术，然后出的啥也不是，出的那玩意儿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也是半个学员通人吧，就是他妈不及格吧。就是我说你这说句不好听的 AI 可能都比你强，我说你不行啊，这个你就是啥鸡巴都不是，你还收3000，他还收3000，我说你别弄。我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但是每一句都是实话，他就受不了了。还有一个就在澳大利亚买自行车的一个小伙子就是买一个电动自行车，好就是掉在牛犄角尖变成个神经病了，就是整天澳洲警察也对付他，澳洲的什么单位也对付他，学校也对付他，说没有一个好人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都是一样的人啊。这个人啊，这个百道汇的这个小王啊，他跟他们情况是很像，当然他没有那两个那么极端啊，但是呢，属于一个性质。这些人首先就是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经历啊，或者自己的心扉啊，跟别人打开。看我这频道有意思，就能帮助别人出谋划策。他给我写信，他跟我写信的同时，他不让我跟别人分享他的信。就是既自私又脆弱，这种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极其芸众生的家庭啊，来源于这种家庭。如果要是他特别好的家庭背景，不是这样的人，非常大方啊，落大方，笑笑呗，就是不愿意说别说了呗，就这样。但是呢，就是他就不行，你在侮辱我的人格啊，你在对我进行2次伤害，世界已经对我进行了第1次伤害，老王，因为我信任你。
结果没想到啊，你利用我，你对我进行2次伤害，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模板。我之所以不给你们，如果你们是百道汇的，我没给你回信，就是因为这原因，明白吧？所有百道汇的正常的信我都会回，我之所以不回你的信，你不用再问了啊，我不想得罪你，因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别以为你是我百道汇，你就有了什么优势，就是真的是就是我有权利不履行我的诺言，为什么？我他妈一看，我阅人多矣，我他妈一看我就知道你不正常，就这么讲。而且你这种不正常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为什么呢？因为你是高级知识分子，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不是博士，你不是硕士在读，我可能还能给你回信，因为好多有没有什么文化的小教友给我写信，我都愿意知道为什么他们很虚心，很谦虚，反而是这种读了这种很多书啊，985啊，什么他妈硕士啊、博士啊，改不了啊，就是小泡沫、小玻璃、小脆弱，就是你改不了，而且改不了之后还他妈的振振有词。所以这种情况呢，我刚才他不让我念，我就跳着说了，我就讲大致。总之就是客观的话，就不带任何侮辱性质，就是只是描述话，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经历没有任何令人发指的惊奇点，就是所有的经历都是就是普通人的经历，既不惨也不悲，也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就是平淡如水的这么一个经历。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吧？我觉得这不是那么丢人，因为绝大部分人的家庭其实都是很普通的家庭。所以那么为什么不让读呢？啊，为什么说不能分享？不是说家里边有什么娈童变态，没有那个东西啊，一点没有啊。爸爸妈妈打你没有啊？什么爸爸妈妈离婚互打没有啊？没有。什么舅舅性侵，舅舅性侵的咱们这儿都有，都大大方方。爸爸是杀人犯的有，你就读吧，老王，我爸是杀人犯啊，多大岁数？我小的年纪就跑了啊，到现在找不着，那这都很落大方，这就是正常人啊，这是不正常，让一下别读啊，然后好了，我的情况啊，他就问我问题，我的情况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国外？如果是，我应该留在哪里？靠怎样的方式生活？体力活和技术工种我应该不太行，我也一直在找方向。那我哪知道呀？你的情况我不了解啊。你是否应该留在国外？我刚才讲的小铆钉的故事和小花脸的故事，我觉得你似乎应该属于国内的中产阶级吧。那么你如果自命为自己是国内的中产阶级，那你不应该出来啊。你既不是头部的，你也不是底层的，那你出来干嘛？你也没有挣非人民币的能力啊，你语言可能也不是很过关。那你问我你是不是应该留在国外？那我也不能直接回答，但是我认为小无知最好不要进小花脸推荐的那个衣橱啊，这是第一啊。既然已经进了衣橱，你最好还是离开这个衣橱比较好。那么应该留在哪里？靠怎样的方式生活？这个我是什么？你这是我怎么靠怎样的留在哪里？这个世界是一个菜单，你可以任选吗？我给所有的早期那些咨询我移民的人都顶回去了，不是说他妈你选择日本，好多不要逼脸的。老王，我是应该去美国，还是去加拿大，还是去日本，还是去新西兰，还是去澳洲？我说你他妈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吗？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呀？不是说我应该去，是哪儿要我？人往高处走，这些地方都比中国强。那你作为移民的话，不是说我是应该去美国，还是去加拿大，还是去澳洲，而是因为我哪儿能办得下来，哪儿能办得快，哪儿能找着工作，你要去哪儿？你不你这个世界观都是整个是反着蛮拧啊。然后体力劳动做不了，技术工作做不成，那你回去呗。你体力劳动做不了，技术工作做不成，那还剩什么呀？体力劳动、技术工作，华人不就这两？难道你去当官吗？你这不开玩笑吗？我现在都当不了官，这只能是找第二代华裔二代才能从政，不是医生就是律师。你第一代的话，你就是只能是要么就是技术，要么就是体力啊。如果我现在回去啊，凭着头皮去找我之前本行工作，应该也能找到。但是我并不喜欢，而且我这么多年的折腾，就真的全是拿性了。我看自己都可笑，但是不回去，现在真的迷茫，应该留在哪里做什么？不是还那话吗？就是
工作是等着你找，还是你要去找一个工作？你知道你是谁吗？你们大耳哥，我操！重庆市委书记您来吗？不合适啊。那浙江市委、杭州市委书记行吗？不行啊。人民银行副行长行吗？这是吧？是这样吗？不是吗？所以上海少妇，我是 mini 啊 ，CC 好 ，CC 祝你发大财啊。CC 大家就是你别改了，反正大家都注意到你了。好了，那么人啊，到30多岁，看这个也不是个10几岁的状态，人要务实，务实。我回去找我老本行工作也能找到，但是我并不喜欢啊，也没什么脸了啊，就是好丢脸啊，我自己看着自己可笑嘛。哎呦，真有意思，我操！你工作你还要脸，然后还要钱，你还要站着啊，把爷就装了，还要把钱挣回来。对不起，你输在起跑线上啊！你爹你妈、你爷爷你奶奶没给你这个起跑线啊，所以还是我那句话，就是什么工作来钱，什么工作你擅长，你就老老实实去找那些工作去干去，而不是说我看自己都可笑。我不觉得一个认真工作挣钱的人有什么可笑啊，我不觉得可笑，反而我觉得在一个认不清世界、不知道自己位置的地方瞎胡混的才可笑啊。然后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妻子出国后完全没有收入了，全靠我的副业收入。出国后经济问题，加上我逐渐从恋爱脑清醒，我意识到我之后要面对的生活不仅是养我妻子，还要养他的父母啊。身体老人家身体一般，只有一个有养老金啊。最头疼的他还有一个弟弟啊，没出什么出息的那么个弟弟啊，天天在家宅着也找不着工作。就是我的家庭已经够差啊，命运多舛，然后我还要去扶贫我老婆的家庭，所以我请教王哥，我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我的婚姻？真心请您给我一些建议。我看了自己八字，研究夫妻宫，才知道自己的婚姻确实不好。对了，我还一直没要孩子，因为我怕没有能力托举，不想让孩子走我的路。另外，我还想请教困扰我很久的玄学问题：一，我在央企和金融圈工作中，发现那些绝大部分有权有势的人，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用我们之前同事的一句话，每个人挨枪子都不冤。这些人都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但他们都过得很好，子女也都混得很好。您肯定知道我的意思，但是玄学又都倡导每个人去做善事，才能有福报和好运，这就是现实世界不一致了。请问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是否真的做好人会有好报，还是这只是为了愚弄底层百姓？你的善恶观啊，我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啊。百刀会我尊重你们，是因为你们他妈的看得起我的节目，但是如果你们胡说，我他妈一样骂你们。什么叫央企和金融圈中绝大部分有权有势的人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放屁！我在央企和金融圈工作的时间应该比你早吧？我接触有权有势的人应该比你多吧？我怎么看不见坏人呢？我怎么看不到他们大部分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呢？我看的一个一个的都是挺重视家庭的呀，重视子女教育的，都是寒窗苦读上来的，好多都是江浙才子考上来的，是有互相照顾的人脉圈子，那个不是人类正常现象吗？你以为川普不会照顾他儿子和女婿吗？所以什么，你肯定知道我的意思，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告诉你，你的善恶很可能是错误的，你的善恶很可能是颠倒的，也就是说你才是那个坏人，不是说你眼里的坏人是坏人，你有这个意识吗？你是坏人，不是人家是坏人，你是个小人，你在心里边整天恨别人过得比你好，怕自己过得不如人，对不对？所以你看世界都是扭曲的，什么做好人不会有好报，你就是那个典型的自己失败了，然后认为自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己太好了。那我他妈无数次举过这样，然后你看看你跟你老婆的那段评价，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在性和荷尔蒙的驱使下啊，就把你老婆操了，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出了国之后没有收入了，然后又觉得人家是累赘了。我操，你不是好人，不是你不是坏人，我操，这世界上还有坏人吗？你他妈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发过誓？
结婚是有誓言吗？那誓言是不是无论你贫穷还是生病，牛逼还是不牛逼，我都是与你相随？这是结婚的誓词吗？你他妈是好人？你现在看出来你老婆的父母是农村的了，你他妈结婚那天不知道吗？所以第二个问题，我和我老婆结合，我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多巧合，在每个关键节点，或者之前我每次想要分手的时候，都感受到外界事物推动，最终又不能结合到一起，又不能不结合到一起。请问这是命中注定，还是我自己的被动选择导致的？我是否真的能主宰去选择我的婚姻对象？当然，夫妻都是上帝定的，都是天定的，命数定的啊，原配夫妻都是命数定的，所以这个当然是他妈的，你感觉到的巧合全都是命运。怎么会有巧合呢？那么多巧合呢？我自己算了我自己算了自己命盘和大运。我虽然心里被悲凉和无奈，反而有点释然。我的20到30岁的大运是戊辰重土，加上我八字土旺，算是大凶运。难怪这期间如此不顺。我想请教，在八字和大运都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如何以尽可能的调整自己的运势？最后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小王。我给他回信2句：一，你这个情况不应该花钱加入百道会，你有更多需要钱的地方，这是我的第1句回信。2，你的世界观几乎完全是错误的，这很难改变。希望你能明白自己的愚蠢和无知，粉碎自己的三观，然后再建立新的世界观。这第2句话。大家客观的评论一下，我这2句话有侮辱人的意思吗？第一，你这个情况不应该花钱加入百道会，1个月100美元啊，你有更多的需要钱的地方。2，你的世界观几乎是完全错误的，这很难改变。希望你能明白自己的愚蠢和无知，粉碎自己的三观，重塑自己新的世界观。这是我认认真真给他提的2条建议。然后今天我谢谢你的回复。一，关于是否加入百道会，这是我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后做出的选择，或许它的价值和意义因人而异，我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很犟啊，很拧啊，有什么脆弱嘛？没有自信嘛？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了。那你的情况，你刚才描述的这些情况，你真的应该如果这100刀的话，回家多加几个菜去。现在根本不是学习这些东西的状态，你也学不会。你现在是学做人的时候，做人你还不会呢。百道会教的是技术，所以我劝你退出百道会，不是说我瞧不起你没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跟你老婆现在都因为贫穷要他妈分手，要甩了老婆了，你上百道会，你浪什么玩啊？这是他妈的给你这种状态的人看的吗？这百道会讲那些东西也不是你没有意义啊，关键是。第二呢，我写信的目的是诚心向您请教，我承认我的世界观有问题，这与我的成长过程局限性等有关，这也是我请教您的原因。如果您不吝赐教，如果您不愿赐教，真的没必要羞辱一个真诚向您请教的人。不是羞辱啊，你这个羞辱来的太容易了，他妈你的满身满脸都是羞辱点，就是说你不爱听的话就叫羞辱你。可是要是真正跟你提建议，真诚的向你提出建议，就必须打碎你的世界观。我请问你的玻璃心如果不碎，能重塑新的心吗？我要夸你，我要哄你，我要捧着你，你什么都是对的，你错误的东西都是对的，是吧？第一，信太长，磨磨唧唧，抓不住重点，说明你能力不行。抓不住重点，明白吗？抓不住重点是人的重大的能力缺陷。因为你说一个事儿必须能直入重点，这个用马斯克的话叫第一性原理。说这么多，最后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说我们家都多惨。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也没多惨呀。第二，太自我为中心，一切都是我。你数数你这封信里有多少个我字儿？你一定要注意。你不是想听我的所谓的真诚的建议吗？真诚的建议就是以后你给别人写信，你给别人写报告，你给自己写日记，不要用那么多的我字。你试着把我忘了，我直出来，世界观才能重塑。否则的话，我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超度不了他，你知道吧？就是还拿百道会的，就是我真的是看过他3封信，我都看过。我真的不想给他回，为什么？回就会得罪他，就回了就会骂他。为什么？这种我他妈看着我气儿都不打一处来，就这还行？穷苦选错路去了欧洲，是你老婆害的吗？不是你自己选的吗？
你是一家之主，他跟着你去了，然后啊，他没有收入，然后你就把他甩了，想离婚，问我建议，你难道想从我这儿得到建议说你应该离婚，你应该轻装上阵？你觉得你看了我1年多的视频，我是这种男人吗？所以这个事儿我就归根结底，就是你去了不适合你的地方。要是早5年有教主这样喷我一顿就好。金古河啊，金古河你是什么呢？你是坦坦荡荡的人啊，你是属于那个脸皮够厚的人。正常人的脸皮一定要够厚，你都30岁了，你这个孩子属于30岁的男人啊，长着一个13岁的脸皮，甚至3岁的脸皮，太薄，太容易急，太容易就是被羞辱。所以这个东西啊，要转黑粉，没错，我为什么不给他回？就是一回就是黑粉呀，我一堆黑粉了，现在粉16万，黑粉现在至少有16个了吧？所以这个没有意思，你知道吧？就是你太长，没重点，自我中心，而且呢，从你内心深处潜意识一句话刺透你，就是你觉得世界对不起你，你觉得你爸妈对不起你，你老人对不起你，你家庭对不起你。啊，我这么牛逼啊！我怎么有了这么一个原生家庭？我操，老王那么牛逼，是因为他原生家庭特别牛逼。我要有那个，我也牛逼。你老婆对不起你，你老婆的小舅子对不起你，所有的人都对不起你。你单位央企的那些领导啊，那些混得好的人都对不起你，因为他们是坏人，传统意义上的坏人。所以这个世界观就是蛮拧啊！你这世界观必须得打碎重弄，否则的话你也别给我写信啊！就是真的是百道汇，不欢迎你啊！就是真的是你不是同频的状态，你明白吗？我跟他们说什么你也听不懂，听了1年还这么大毒劲儿呢！我操，那你可真是你要是真的想进步，真的想做成功人士，过了这个戊土大运之后，你能反过身来，你好好的想想我的话，要是你是不是觉得世界对不起你？你平时那个内心深处是不是有股怨气？你如果要是有这个怨气不解开，这个怨气来自于你自己啊，你不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就是你父母就是你的一部分，你父母笨啊蠢，没有给你托举到高，那就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全都是有前因后果的。你还是学玄学的，全都是有前因后果。你之所以托生到那个平台上来，就是因为你只配托生在那个平台，那你怎么怪别人呢？你这样牢骚满腹，将来一事无成，而且妻离子散。俺没子，现在就是有子的话，问题更严重。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打碎自己的世界观啊，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一个胸怀坦荡的人，从一个黑洞一样索取能量的人变成一个输出能量给周围的人的人，然后慢慢的学会技术，学会体力劳动。如果你想留在国外了，如果你不想留在国外，那么回国找一份适合你的工作，而不要在乎那个工作是不是我的老本行啊，人家会不会笑话我呀，我会不会笑话自己？我觉得不要考虑那么多啊。好了，拜拜。